各位，这个上次呢，这个 GD 的 Power 啊，那个时候人这个在忙碌，没有 reaction 到。昨天 GD 一口气发了2首歌，哎呦，不晓得是怎样，歌写太多了，是不是？我这个帽子一直有点 OK， 分别是来自他跟 Anderson .Paak 合作的 Too Bad， 还有另外一首 Drama。那他竟然一次发了2首，我们今天怎么样？就一次看2首。Kyrie。Check it out, you do what it do. Take it out, and I move. Booty now, you do. Me do. Beach yeah, you fuck. 살짝 so much good. Like it. 살짝 보면 좀 good. I love a honey. Get some to that. Get some more to get. Damn, that. 哎呦，这个转场哦。OK。Is in arms reach, break me off passionately, baby girl. OK， 先来稍微讲一下他最一开始做了什么事情，跟这是怎么做到的。其实这个东西算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所谓的分身术的一个做法。这个在我大概大学的时候的作品就很常做类似这个效果。总而言之，他只要确定它是一个定镜，然后镜头都没有移动，焦点也都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它就是 GD 在中间这边演一下，然后在左边这边演一下，在这边演一下，然后他后期进剪接时间轴的时候，把所有轨道叠在一起，再用遮罩把每一个 GD 挖出来，或者像我现在也可以这样做到这件事情，所以这边就有一个我，这边就有一个我，那镜头从头到尾都没有保持移动，镜头从头到尾都是保持不动的。OK， 然后在拍这种镜头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你在往后移动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你的焦点要留在这个前面。那这个如果有在拍片的人，应该会听得懂我在讲什么。有个大蚊子。好的，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美术啊，它非常你知道 GD 就是时尚 icon 嘛，所以看起来，但我不是服装专业的，我只是看起来很像是 Chanel 的 style 这样。OK， 往下。哦，他这套好帅哦。OK， 刚刚这一段第2段，他穿着黄色衣服，戴着个麦当劳帽子的这一段，他做了开始引入了很多那种2D 的涂鸦的这种效果。那这个东西刚好我前阵子才介绍过一个素材包，就有类似像这种东西，所以它纯粹就是在剪接的时候加上 overlay 的 motion graphic 在画面上，它就可以有这些很活泼的效果。要注意的大概就是你的这些 overlay 的东西要跟你本身的服装造型或是场景有相对应的呼应，所以它的整个主视觉的这个包装才会像是一个在一起的 package 这样。然后这套造型就是 GD 非常的帅，以及他为什么看起来突然很回春啊？他前阵子不是才被很多人说有一个大叔感，结果他在这里面又突然帅到不可思议了。哇，这一段来说对他们来说应该不算是困难，但我比较惊艳的是 G-Dragon 的这个歌词跟他这个 flow 真的是听得非常非常的爽。对，那这边一样是加上了这个对话框的 overlay， 那像我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加上这样子的对话框，然后调整一些透明度的东西，就可以有类似的效果。那比较特别的是，它在这边在这些对话框正常平的对话框上面加了这个曲面的透视，所以看起来就会你比较不会觉得它就是像我这样加一个东西而已，你会觉得它好像是真的粘在镜头上的这个东西，因为它做的这个通常在广角镜头上面才会有的广角变形的这样子的透视在这些字卡上面，所以看起来就会比一般直接上一个这种对话泡泡来说更自然，然后更好看，更有质感。他的 dancer 都好漂亮啊！哇！哇！怎么那么突然有 Karina 出现了？有一只有蚊子。
Oh my god！ GD 好帅啊 ！OK， 这个场景呢又介绍了第4个场景，就是在这个便利商店前面的这个场景。那这个东西其实对我们拍 MV 来说，应该就是我们所有拍过舞曲的 MV 的人都非常擅长的一种拍法，就是标准的舞曲的拍法。那不过这边不得不说啊 ，GD 的作品他的这个造型品味是真的很厉害。他明明是穿学生的校服，可是却每个人都搭了 Timberland 的黄靴，真的是想都没有想过可以这样搭配，很帅。然后这边这个镜头看起来应该已经用到可能10或12之类的这种超级广角的焦段。那这个就像我上一支在讲 Lisa 的 MV 有讲过，我觉得我不确定算是一个现在的趋势还是怎么样，但是我确实有发现，因为我自己一直都是很爱用广角拍人的导演，技术上比较有挑战的地方就是你的灯很容易会穿帮。就大家要想，如果这个视角这么广的话，你的灯光哪怕是像这边其实就有一盏灯，所以哪怕这个镜头只要再广一点点，这个灯其实就穿帮了。灯要怎么打得漂亮又离演员足够遥远，就会稍微考验灯光师的功力。不过这个东西对他们这个等级的规格来说，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了。然后 Karina 突然出现的这个场景，我觉得这些月亮的元素看起来有可能都是真的，有可能是真的挂着一些钓鱼线，挂着这些小的美术道具在这个空中。它的这个数量，你要用后期合成的，应该会非常的麻烦。那用钓鱼线绑着应该会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做法。它的镜头切换的时候，我的感觉也是他们都真的在同样的位置。然后这边我自己主观感受啦，觉得有稍微在致敬那个La La Land的感觉。这个场景的美术设定给我一种，就是他们有一幕是在那个天文台飞起来时候的那个魔幻感的这个后面漂亮的这个天空。那这个舞蹈双人舞的这个舞姿就很像 La La Land 很经典的在那个斜坡上面跳一个双人舞的这段舞蹈。Oh my god！ 我现在才发现这个。哇，这个也太厉害了吧！哇哦，我现在才发现欸，这个哇哦，这个细节很惊人。你看他们的脚的踩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底下的亮光亮出来。哇哦，哇，我不知道这怎么拍到的欸，因为这个光有可能他们后期对着他们的脚的拍子，然后去 key 一个亮的东西，这样亮起来，有可能是这个做法。因为这个光怎么样？因为如果是从天上打下来的话，哦，也有他们的影子哎，但是他们的脸上其实是没有被这个光影响的哦。你看这个光亮起来的时候，他们的脸是没有下面突然有一个光亮起来的，所以或许有可能是这个整个光的设定都是后期合成的时候，单独用 tracking 的方式，在他的脚底下合一个亮起来的方块，然后再做出往上冲的这个光的质感。对，我觉得应该是后期合成的，不然他们脸上这个亮度这么明显的话，脸上的光一定会有点改变，但看起来是完全没有改变，所以我猜应该是后期合成的。OK， 所以这个亮点，地上这个亮点，像这种 disco 舞厅这样在玩那个什么跳舞机的时候的这种亮光，又更增添了这整个场景的魔幻氛围。哦 ，Anderson Paak 出来了，哦。等一下，它的地板会动哎，好酷哦！哇，它的这个地板像一个那个机场的运输带一样，是会动的，很酷呢。OK， 刚刚在 Anderson Paak 的这个间奏的这个场景，大家可以发现头顶上的这个方形的这个亮光，这个东西就跟我们刚前一场地上的这个方形亮光做了一点视觉上的呼应。那墙面就是 GD 跟 Anderson Paak 的简写，然后这些亮亮的十字条纹的这些亮光有没有？这个东西，这些特殊的滤镜本身就可以做到，可以直接在镜头前面就是实拍的时候拍进这些十字条纹的星芒，或是你也可以在后期的时候在达芬奇里面用我忘记它确切的名字，所以我可以相当于一个正常的光，但是我上了之后呢，变成十字形的这个星芒，这个东西是不管在现场用滤镜的方式，或是在后期用效果的方式都可以做到，这不算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确实可以让你的画面多了很多风格。像我以前帮反骨拍过，现在可以讲反骨吗？我以前拍过的这支 MV 也有做到类似这种，为了去营造这种复古的星芒的效果。然后 GD 在演唱的方面也致敬了一下这个 Michael Jackson， 还有一个嘿嘿。
舞蹈动作也是非常 Michael Jackson。有没有这一整段都是用非常广角的透视在拍这些对手，所以它就会很有张力，然后你会觉得你跟艺人歌手是非常靠近的。像我现在的焦段大概是20，就没有他这么夸张。作为观众在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哇，他的这个冲击力道是很够的，因为 GD 是真的物理上的离摄影机就非常非常的近，那它的张力就会很大。后面有做一些头上的闪电的效果，然后左边这两坨黑黑的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我看不太出来是什么。哇，它的这个嘻哈元素挺有趣的是，它放了2个很纽约的那种大型垃圾桶，然后上面有一些涂鸦。这个美术设定是真的很好看欸。然后这个阶梯 ，GD 的这个造型太好看了，我的天哪！OK， 跟大家分享一下 Anderson .Paak 在这个场景有这样子的这个画面，通常呢是摄影师跟演员他们同时被放在一台推车上面，视觉上你会觉得 Anderson .Paak 跟演员跟摄影机的距离是没有改变的，可是却同时的跟空间有一个改变。那这个东西的拍法就是我们把演员跟摄影机放在同一个，不管是推车或者什么也好，把它固定住他们的固定距离，去让他们同时的移动，但是两者的距离不改变，就会有这种很特殊的透视效果。哎呦喂 ，OK， 很有趣。这边这个2D 涂鸦的这个元素又在最后面出现了一下。我觉得这整支东西的拍法，以他们的能力来说，应该不算是困难。老实说啦，就是我说纯算摄影技术来说，就是我也拍得出这个作品。当然我可能我没有 GD 可以拍，我没有这么丰富的场景啊、造型啊，尤其是造型。就我觉得整支影片最大的亮点就是 GD 的这个百变的造型，包含它的第一个场景有一堆任何歌手都可以作为他的主打歌的这个造型，然后他就只是纯粹当做美术道具这样放在这边而已。那整支拍摄的难度我觉得不算高，但是我觉得会有点像是我上次形容Jennie 的 MV 那种很有余裕，然后是很欢乐的这样子。那亮点就是 GD 的帅跟他的这个百变的造型，他连后面的每一个舞者的造型都是非常非常完整跟很用心的。我觉得这个是一直应该算是 GD 的他的作品的强项，就是他总是会 YG 出身吗？就是他们的造型师真的是水准非常非常的高，他们不会害怕说每一个人的造型是不一样的，或是会不会不小心抢掉的主要艺人。当然我相信他们本身的艺人的那个魅力是很难被一般的 dancer 抢过的，没有错，但是他们在造型的搭配上也都会敢于让后面的人也是很花俏的，可是又可以在一个刚刚好的程度。当然可能要知道 GD 穿着全身 Versace 的造型在这边的时候，应该很难有人可以抢掉他的风采啊。OK， 这支 MV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一个简单很好拍摄的小品的舞曲 MV，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非常非常喜欢。我很喜欢这种很轻松，然后你可以感受到现场的 vibe 一定也是很好的这样子的 MV。那它有好几颗超广角的这种镜头都已经到了鱼眼的广度了，像这边大家可以看画面是有这个圆形的变形的，这个就是一般的广角镜哦，但这个就真的是鱼眼镜头了，所以这个可能焦段可能已经到4或6。我在设定这样子的摄影语言的话，我就会形容说，因为我想要呈现的是这种很派对感，大家在一起同乐的这样的镜头语言，所以我就会选用很多这样子广角型的焦段的镜头，然后可以把整个场景、舞群跟整个现场的氛围是真的一次包进来的，而不是只有 focus 在 GD 一个人身上的。这个 GD 好帅啊，好像回到2016年的 GD， 这场的 GD 太帅了。OK，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首歌，希望这影片不会太长。接下来的这首歌是 G-Dragon 的 Drama， 一次发2首歌是怎样？